放陈朵出去。老廖，你是认真的？这材料里可说毒童并没有被治愈啊。如果是在监视的条件下，让他有限度的接触正常的世界呢？我们对陈朵进行了测试，经过了这段时间的训练，他的控制力大大的增加，对于体内的毒，已经达到了控制自如的程度。再加上防护服的作用，风险完全可控。廖忠，你搞清楚，别说没治愈，就算他治愈了，这件事也没那么好商量。他和那些什么风波体不一样，我们可以说是全程参与了他的新生。说难听点，他的这条命是公司给的。现在难道还要为了他的个人感受继续投入吗？你知道我们花的是谁的钱吗？我不否认这个毒童的无辜啊，但是你觉得他还有资格享受这笔无谓的开销吗？他妈的！老廖，你的想法我可以理解，但这次我站在壁咚这边。我们不是慈善机构，我们要的是安稳。当然，我承认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无能为力。我知道陈朵现在的情况，没有资格享受这些。但是如果陈朵可以为我们的事业出一份力呢？陈朵的能力档案里都有，给我干活的那位身体现在已经很糟了，一直想退下来。如果接替他的是集独树大成的人呢？我知道陈朵是个特例，所以才跑到董事会来征求全体的意见。如果独身圣童能够成为下一任临时工，那么各位觉得这个钱花的值吗？这件事情啊，我们还需要再研究一下。结论出来了，老廖，可以去做，但是你要负起全责。你自己如何做保安工作我们不管，但是要有必要的措施。这个项圈一旦戴上就再也取不下来了。毒童有任何失控的迹象，终结的。归根到底，你得知道，就算穿上同样的衣服，他跟我们仍然不是一样的人。陈朵，你要的自由，我帮你争取它。由于陈朵毒性的不可控，必须给他戴上这个可以随时引爆的项圈，作为他外出执行任务的必要保障。廖叔，谢谢你。内心总会有一种的声音，恶如天却绝痛，如若欲入即是巨恐，恐惧不过是林中的痛，人生不过是一场的梦，事物操纵情绪的怒，执着来自无解的苦，行善本是同一种的路。哪里战斗，寻找击败对手，准备夹带小菜头，满足我胃口。陈留下向万物行，带领历史攻，大慈大悲显野兽，上天下地为我疯，人是恶缘斗，年绕我心斗，我信我自由。起来，即使会不当初。
你的任务很简单，找到名单上的人，制服他。任务完成。剩下的就交给我们来处理。执行任务期间，你需要严格按照我们规定的路线行动，保护好自己。一旦有危险，立刻撤回。最重要的，不能和任务以外的任何人接触。不要相信任何人，明白吗？房子了啊？咋没了？老孟、球儿，你们的手机还有没有信号？我的没了。我的也没了。看来马相公出手了，把陈诺藏起来，封锁了我们的信号。马先红的神机百炼不愧是877机，居然可以把房子屏蔽消失啊！这样，老孟，你跟球儿想办法联系公司，我去找人破了他的神机百炼。信号突然中断，临时工全部失联。我们已经掌握了明确的证据，马先红和修身炉会给异人世界带来巨大灾难。可现在临时工失联，最坏的结果是，他们和陈朵一样，被马先红策反了。内心总会有一种的声音，恶如天却绝奏，如若欲入即是巨空，恐惧不过是林中的痛，人生不过是一场的梦，事物操纵情绪的怒，执着来自无解的苦，行善本是同一种的路。巴黎战斗，寻找击败对手，准备夹带小菜头，满足我胃口。陈留下向万物星，带领历史宫，大慈大悲显野兽，相对下地为我疯，人是恶缘斗，年让我心斗，我信我自由。起来，即使悔不当初，化身为兴起极乐行之物。没信号了吧？啊。你不是着急出去吗？我努过力了，但是没成功，剩下的交给张楚岚吧，他会想办法来找我的。你会耍这个吗？那我教你。
点这个开始，你拿到吗？点这个开始，然后这些是动，这些就是持续冲刺。你可以试一下这个，你是按这个位置这样移动才是走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你再快一点。哎呦，这个地方对我来，有人来了。看我神乎其技的操作一番。在这个方向哦。你很像我的朋友。那个教你打篮球的陈俊彦哇。你除了安保，啷个没去找他？我出去找过，但是没找到。他是外星人，可能已经离开地球了。外星人？你能跟外星人交朋友，那你肯定也是个外星人，你们还会再见面的。出去之后，你会去哪？找张楚岚啊。跳。你算吗？还剩2个人了，加油！你赢了！你第一次打就赢了，你好凶哦！好凶？就是好厉害的意思，你好厉害哦！整座山都翻遍了，根本找不到庇佑村。那几个临时工很可能从一开始就骗了我们。事情很明显，临时工已经脱离了总部的控制。老赵，万一临时工和马向红联手，后果不堪设想，不能再等了呀！下令抓捕马向红，立刻启动最高级别的应急方案。东北高联的电话。知道了。高二壮的意识必须时刻和他的身体保持联系，否则就会有危险。他跟身体失去联系的情况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，但根据高联提供的信息，就在我们失去临时工踪迹的同时，高二壮和他的身体也失去了联系。这只有2种可能：第一，他决定自杀，主动切断了电磁波的联系；第二，有人通过某种方式切断了电磁波。二壮无法实现突破。二壮还有多少时间？最多半小时。如果半小时之内高二壮不能通过电磁波回到他的身体，他必死无疑。是。看来这个村子有问题啊，有人切断了我们的信号。白天喝太多了，天怎么这么黑啊？宝儿姑娘，你这大晚上的倒腾什么呢？嚯！嚯，这小姑娘真有意思，不知道心里想什么呢。叫我。鬼鬼祟祟的，想干嘛？
么？要跟我贴身肉搏吗？练气是爷的天赋，近身战斗。也是爷的爱好，现在就让你尝尝。如意的，如意，如意的，如意。宝宝，哎，你看这事儿是不是这样？反正你拿了也用不了，还我呗。还我。哎，还。哎。你给我下来！趁人不备，顺手牵羊，你要脸不要？大哥，不是顺手，我惦记这玩意儿好久了。从你在河边拿这玩意儿抽我的时候，我就想要了。把如意还给我！不能怨我，是你把东西放得太显眼，让人情不自禁。老实说，别人擦皮兜、放裤腰的都是不要的。放屁！还我如意！大哥，做人要晓得事理，对不对？我如果会还的，又咋个会拿呢？这家伙，芙蓉，你一定要去帮这个忙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字面意思，就不能不去吗？怎么可能不去啊？他们要对村子动手。那又怎么样？这个村子对你来说很重要吗？而且进村子那些人可是不好惹的。诸葛青，我真的看错你了，没有想到你是这种人。我是哪种人？无情无义。谁说我没有情义了？我只不过不是对谁都讲情义罢了。除了你，我对这个村子的其他人也没什么交情啊。还有，你到现在都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来这个村子。好吧，你不说我也不追问，但我希望你慎重。值得的东西可以为之付出生命，但这个村子里面，有你值得付出的吗？你说的对，我不该勉强你的。哪里勉强了？一点都不勉强。走吧，我陪你一起。你不是说你不来了吗？我嘛，只是担心你想不清楚罢了。既然你觉得值得，那就去。我呢，跟这个村子的其他人确实无情，可我跟你有啊。外面的人已经跟村子的人动起手了，得快点了。那赶紧啊！你也跟他们是一伙的。别，千万不要动手！诸葛青，终于找到你了。芙蓉，你跟诸葛青在一起那就太好了。你们两个跟其他人不一样，有些事情是需要当面跟你们交代清楚的。我们的目的是整个村子，是马先红。只要你们两个不跟他搅到一起，那就行。过一会儿我们会在村子里放火，目的是引起那些普通村民的注意，让这些无辜的村民抓紧时间撤离村子。我们不想扩大伤害。芙蓉，我们不是来害你们的。自从我进村以来，从未见过马村长做过一次恶事，相反，他一直在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。你们要毁掉这么一个人苦心经营的村子，你还说什么不想扩大伤害？马先红是好是坏，咱们先放一边。他的问题是太过于狂妄、刚愎自用，所以才失察收留了像赵归真这样的败类呀。我们调查过了，你们两个跟他们不一样。马先红的手下来这里是有所图，而你没有啊，芙蓉。谁说我没有？我在这里就图个安心。这个村子在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收留了我，我有义务在这个村子危难的时候保护它。芙蓉啊，我不想对你动手，更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。
你就不要再逼我了吧。少废话！看看这。芙蓉，那是什么？你别过来！你别靠近我！怎么了？你们，芙蓉啊，只要我们想，没有我们查不到的。诸葛青，我知道你最近跟芙蓉走得很近，我不知道她在你面前会是什么样，但是这些纸上记录了她的另一面，一个没有在你面前展示过的一面。芙蓉，别再倔了，接受公司的调查，以你的经历，公司不会为难你的。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路北银行15万，路南银行10万，路中银行20万，乐制造3万，玩命花白白条4万，疯花1万，使劲花2万，旺富贵2000，旺财宝700，刷刷刷5000，真方便6000。我这还有几条你的催缴短信。尊敬的芙蓉女士，关于您拖欠某银行某贷款一案，多次催缴拒不还款，我们还查到了你很多的消费记录，但是奇怪。